上期我们说到，胡塞武装趁阿拉伯之春之际，成功攻下首都萨那，在也门统一20周年之际，重新建立也门北朝。而同胡塞武装对立的总统哈迪则仓皇逃往前南也门首都亚丁，并开始积蓄力量应对胡塞武装的进攻。不过，在过去的20年当中，南也门因丧失政治中心的地位，早已被多方势力渗透。此时的南朝不仅要面对北方咄咄逼人的攻势，还要应付也门基地组织的威胁。在亚丁港外，胡塞武装已集结数万大军，准备一鼓作气灭掉哈迪政权，彻底统一也门。然而，就在这个历史关头，也门的北方邻居沙特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2015年3月，沙特公告出兵15万，组织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直接打击。而这个决策实际上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当中，这个君主制国家为维护政权稳定，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同邻国产生任何冲突。虽然沙特的军费长期冠绝海湾，然而沙特军队的战斗力却令人一言难尽。不过沙特王室拎得很轻，他们知道巨额军费只是保护费，沙特军队根本不堪一战。因此，在半个多世纪当中，沙特身处炮火连天的中东，却几乎没有主动参与过任何一场战争。沙特军队仅有的战力还是在海湾战争中作为多国部队的一员参与对伊拉克的围攻。然而在多条战线同时崩溃的伊拉克人，唯独在孱弱的沙特军队面前刷了战绩。也正因沙特军队极其孱弱，胡塞武装在起兵南下时完全没有考虑过沙特王室会冒险干涉也门局势。但事实是，如此孱弱的沙特居然在2015年极其果断地出兵也门。事实上，我们只要转换视角就能理解，这是沙特王室不得不做出的决定。众所周知，作为一个什叶派武装，胡塞武装的崛起同伊朗的资助脱不开关系。然而，伊朗并不是只投资了胡塞武装这一支势力。自伊朗革命到胡塞起兵南下的35年之间，伊朗人已经将沙特北方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尽收势力圈。此时，只要拿下沙特背后的也门，什叶派武装将会彻底包围沙特这个逊尼派老大。而在这一过程中，沙特已一忍再忍，他们一方面寄希望于西方世界的制裁，另一方面寄希望于自己砸钱扶持的各路势力。然而，事实证明，光砸钱一点用都没有。西方世界的制裁甚至令伊朗人越战越勇。当伊朗扶持的巴沙尔政权开始在叙利亚内战中占据上风之后，伊朗包围沙特的最后一块拼图也门就成了海湾王爷们死都不能放弃的命门。在所有手段都失效之后，沙特已经不可能在局外看着胡塞武装统一也门了。即使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沙特军队的战斗力，但是打或有一线生机，再看只有死路一条。沙特王爷们决定豁出去了，放手一搏。2015年3月，沙特领导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宣布响应亚丁哈迪政府的请求，组织阿拉伯联军武装干预也门胡塞控制区。而沙特人自己很清楚，这将会是一个杀敌800自损1000的苦涩抉择。沙特的决定令胡塞武装大为光火，此时的胡塞武装距离统一也门全国只剩下一步之遥，而沙特领导的联军下场，在胡塞武装看来是一件损人不利己的决定。胡塞武装清楚沙特陆军的战斗力极为不堪，在正面战场上，沙特军队即使倚仗着极为先进的武器，也无法对有拖鞋军这样的俗称的胡塞军事人员造成有效打击。然而，同贫穷的胡塞武装相比，沙特皇家空军拥有近乎无穷无尽的弹药，即使无法在陆地上突破胡塞武装的任何一道防线，来自沙特的空袭也能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方炸个稀巴烂。胡塞武装明白这种不对称的状态决定了他们无法取得胜利，而沙特也无法取得胜利。战争的最终结果完全取决于谁首先决定退出战争。事实正如胡塞武装所料，阿拉伯联军下场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绝对优势的空军袭击也门北部全境。然而空袭没炸死几个胡塞武装分子，却造成了大量也门北部的平民伤亡。考虑到沙特同也门的边境多为山地地形，于是联军决定以也门哈迪政府最后的据点亚丁为基地，从海上集结军队展开北伐。而事实证明，这将会成为沙特在这场战争中犯的下一个错误。规模庞大的联军很快把亚丁港挤了个水泄不通，而沙特军队战斗意志虽然堪忧，但装备优势却是极其巨大。短短几个月后，联军已经将仅剩1成的也门哈迪政府恢复到当初南也门的规模。看上去这一次装备将会战胜士气，沙特的豪赌赌赢了。
然而沙特人的攻势却突然停了下来。事实上，让出南也门的部分城市本身就是劣势一方的胡塞武装不得不下的一手妙计。联军在也门南部节节胜利，既因为其在装备与兵力上拥有巨大优势，也同胡塞武装的主动放手不无关系。在沙特宣布干涉也门局势的那一刻，胡塞武装就知道他们获胜的唯一希望就是借助也门北部的复杂地形对联军造成难以接受的损失，并逼迫其退出战争。而胡塞武装在2015年初刚刚控制的南也门地区就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区域。在2014年时，基地组织在也门南部的据点根深蒂固，崛起于叙利亚内战的伊斯兰国在也门也有自己的分部。谁统治了这片区域，谁就得应付这些战斗意志极其旺盛的好事分子。胡塞武装且战且退，让出南也门，就导致了联军不仅要参与同胡塞武装的战争，还要与这些极端宗教组织展开无穷无尽的治安战。在南也门内部，极端宗教组织占据了大量的据点，他们的袭击成为困扰联军北伐的一大问题。而更为要命的是，沙特扶持的也门哈迪政府居然在这个关头分裂了。随着联军收复几乎整个南也门，也门哈迪政府内部的一部分人认为，联军应该一鼓作气北上灭掉胡塞武装，响应哈迪的号召到来的沙特，是这一观点的强力支持者。然而，在攻势陷入停滞之后，另一种声音开始大了起来。一批南也门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认为，此时已经光复南也门全境，应该重新建国，并停止与北朝胡塞武装的冲突。在长时间的动乱之后，后一种声音越来越大。更要命的是，阿拉伯联军内也不是铁板一块。看着大哥沙特有可能席卷也门，立下不世之功，海湾国家的二哥阿联酋坐不住了。他们暗搓搓地支持南也门独立势力，避免沙特通过攻灭胡塞武装，彻底成为海湾国家的老大。南方的乱象并不能抵消胡塞武装与联军之间的装备差距，但是这么一闹，北伐这件事儿就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了。于是，自2015年11月开始，联军同胡塞武装之间的战线陷入了长时间的平静。不过，双方也都没闲着。胡塞武装一方面继续接受来自伊朗的援助，强化北方山区的防御；另一方面，则将精力集中于打倒依然在北方有极大影响力的前总统萨利赫，彻底完成对也门北方的控制。而因阿联酋的掣肘，沙特也不得不等待南方各个派别的争论结束，同时应付南方无穷无尽的治安战。在这种令人痛苦的泥潭当中，各方都在等待转机。最终，胡塞武装第一个闻到了胜利的味道。当时间来到2018年，胡塞武装已经从开战时的窘境中死里逃生。他们不仅在也门北部站稳了脚跟，并开始重新组织军队向南方进攻。而也门南部政府的闹剧最终也有了结果。向往南也门独立的南方过渡委员会，在阿联酋的秘密支持下，赶走了总统哈迪，并控制了南也门的大多数主要城市。此时最感心累的还是在战争泥潭中挣扎了4年的沙特。2018年12月，在沙特的支持下，残存的也门政府同胡塞武装达成短暂协议，在荷台达港口区域短暂停火。沙特此举是为了集中精力对付阵营内部的叛徒阿联酋。然而，也门局势已无可挽回，将近4年的战争已经彻底锻炼了胡塞武装，沙特已经没有能力消灭这支背后的什叶派武装了。停火协议并没有被遵守多久，战端重启之后，胡塞武装日拱一卒。自2019年到2022年，胡塞武装不仅拿到了当初北也门的全部领土，还再一次踏上了南也门的土地。而终于反应过来没有外部支持，自己不是胡塞武装的对手的南方过渡委员会选择迷途知返，于2020年年底放弃独立建国理念，决定重新接受也门哈迪政府的领导。可是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间实在太晚了，如今的胡塞武装已经彻底做大，只要沙特决定撤军，以完全整合北也门的胡塞武装将会瞬间吞并南方政权。2023年的巴以冲突中，胡塞武装之所以如此积极，正是因为他们希望借机转移阿拉伯国家与西方的目光，再次实现也门统一的千秋大业。也门能否在胡塞武装手中实现统一，还请我们拭目以待。